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25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川普分别通话中共和日本领导人，话题涉台湾。中共无人机挑衅，日本防卫大臣称部署导弹为防御。EU国安风险，美国敦促英国拒绝中企介入关键基础设施。美俄阿联酋和平谈判，乌俄皆欢迎修订版本。读为什么会有人类？日本议员表示，谨记教诲，积德行善。6·4抗命将军徐勤先6小时庭审录像曝光。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环球直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美国总统川普周一稍早与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后，紧接着在东京时间上午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下面我们来连线华府记者张亮。张亮你好，请问川普的2次通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会对美中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你好，陈月。周一呢，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川普在声明中指出呢，两人就俄乌战争、芬太尼流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还说，已经为美国农业谈成了一项重要而且有利的协议。这通电话是3周前两人在韩国会晤后的跟进。川普说呢，自那次会面后双方在落实既有协议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并开始着眼于更大的全局。有消息人士说，这次习近平的罕见致电美国总统的焦点正是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关台湾的言论，引发中日关系紧张。习近平是想通过川普总统给高市早苗带话。那川普总统发文形容与习近平的通话具有意义，但没有提到台湾。不过他随后也和高市早苗通话，这也让各界关注美国是否会介入斡旋这场外交的冲突。高市表示，川普在电话中说明他与习近平之间的通话，还讨论强化日美同盟，就印太地区面对的情势广泛的交换意见。不过高市并没有进一步透露通话的细节。那川普在贴文中还透露，他已经接受习近平的邀请，明年4月将访问北京，而习也将在稍后回访美国。美国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周一表示，川普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周内推出一项方案，援助陷入困境的美国农民，同时也将和北京敲定大豆采购的协议。根据白宫的消息10月份川习会后北京承诺到1月份购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上周北京在3天内就购买了近160万吨的农产品，这是2年来最大的单周购买量。陈月。川普总统24号签署了行政令，启动推进美国科研的创世纪计划。那请问张亮，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项计划的具体内容，还有白宫为什么会出台这项计划？好的。美国总统川普24号签署行政命令，指示美国能源部整合美国17座国家实验室、4万名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以及超级电脑，运用人工智能推进美国的科研。目标是在10年内让美国科学和工程的生产力和影响力翻倍，利用人工智能强化美国能源、国安、科研等3大领域。在能源部分将运用 AI 推进先进的核能、核融合与电网现代化技术。那科学探索部分将为美国打造量子科技生态系，为未来奠定基础。在国家安全部分将打造先进的 AI 技术，确保美国核武库安全的同时加速开发具备国防能力的先进材料。那来看美国能源部长莱特怎么说的。What President Trump signed today, launching this Genesis mission, is going to bring together industry, the national labs, data sets, all tied together in a closed-loop system to just rapidly advance the pace of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progress. It will be transformative, you will see in the coming years.
This is reminiscent of the Manhattan Project that brought World War II to an early and successful end, similar to the Apollo projects that put a man on the moon in 1969. This is an all-in national effort. 莱特透露的，目前创世纪计划已经纳入多项的合作计划，包括英伟达、超微以及惠普与美国国家实验室的新合作项目。陈悦，好的，谢谢张亮的报道。在中日冲突升级之际，中共党魁习近平主动致电给美国总统川普。中共官媒称，川普说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过，川普事后发文，内容完全没有提到台湾。另外，川普还在第一时间致电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双方就印太局势、美中关系交换了意见。川普强调，美国是日本的挚友，并把川习通话的内容向高市早苗做说明。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昨晩、行われた、米中首脳会談を含む、最近の米中関係の状況について、説明が、ございました。25号，美国总统川普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明几个小时前川习通话的内容。媒体关注两人是否有提到台湾议题时，高市早苗表示，川普总统透露，美日是紧密盟友。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私とは極めて、親しい友人であり、いつでも、電話をしてきてほしいというお話がございました。現下の国際情勢の下で、先般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の訪日に続きまして、日米間の緊密な連携を確認できたと、思います。在川普和高市早苗通话前，中共党魁习近平罕见主动致电川普。中共官媒宣称，川普在通话中表示，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过，川普在正向社交上谈及双方通话时，完全没有提到台湾，只说我们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乌克兰、俄罗斯、芬太尼、大豆及其他农产品等，并表示习党魁邀请他明年4月访问北京，川普也邀请习近平今年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唐人台电视陈辉模、邱春荣综合报道。周一晚间，中共党魁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中共官媒声称，两人的对话涉及了台湾议题，但川普在通话之后的发文中对台湾只字没提。中共以二战为由为武力犯台找借口。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批评中方叙事不属实。外交部副部长吴志忠也指出，川普对台湾的沉默表明，台湾并没有被当作谈判筹码。中共党魁习近平致电美国总统川普，中共官媒事后声称，两人谈及台湾，习党魁表达台湾回归中国涉及战后国际秩序，而川普发文则只字未提台湾。政府的立场非常的明确，只要是有助于管理中国在区域所带来的单边风险，我们都会正面看待。同时，我们也会持续跟美方保持紧密的联系，共同致力于区域的安全与稳定。台湾总统府表示，中共不时引用二战文件，但无论哪一份文件，都无涉决定台湾政治地位，也改变不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事实。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形式来破坏这个现状。台湾政府重申，致力台海和平稳定，维持现状。将会持续与理念相近的友盟合作。新唐人亚太电视黄浪姐刘思莹，台湾特别报道。日本计划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那国岛部署防空导弹。中共周一又派出无人机穿越台湾东部外海和与那国岛之间的空域，挑战意味浓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二在记者会上强调，部署防空导弹是以防御为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3号前往距离台湾不到110公里的与那国岛视察，表态将部署中程防空飞弹。然而，中共24号派出无人机穿越台湾东部外海和与那国岛之间的空域。日本防卫省25号公布的动態与中華民國國防部的共機動態圖都證實此一事件，日方並派戰鬥機緊急起飛前往應對。昨日、推定中国無人機が与那国島と台湾との間を飛行したことを確認しています。中国は我が国周辺での活動を活発化させていますが、今回のように無人機の活動も活発化させています。对中共外交部批评日本部署飞弹是刻意制造地区紧张。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重申，这是防卫性装备，日本将在坚持和平防卫理念前提下加强国防。我が国に侵攻する航空機やミサイルといったさまざまな軽空脅威に対処するための防空任務を担う部隊であり、島の安全を守る、日本を守るための部隊であります。つまりこれは防御を目的とした装備品でありますので、他国を攻撃す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另外，对日本国会中有议员批评此部署造成飞弹列岛，小泉也表示，如果将其他国家的部署情况纳入考量，就会知道日本被称为飞弹列岛完全不符合现实。小泉还强调，在战后最严峻且复杂的安全环境下，强化西南地区的防卫体制是刻不容缓的课题。其他人亚洲电视洪玉婷、姚汉宇整理报道。船舶追踪数据和卫星云图显示，中共近年来一直在训练一支影子海军，为侵略台湾做准备。这些舰艇由哪些部分组成？在海战中起什么样的作用？本台记者马东采访了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五角大楼官员布伦特·萨德勒，来看他的分析。So Brent, such a pleasure to speak with you today.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布伦特，欢迎您。首先，请您谈谈，通过船舶追踪数据和卫星影像，我们对中共的影子海军有哪些了解？他们是怎么训练的？如果中共侵犯台湾，他们起什么作用？感谢邀请，这是我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的议题。所谓影子舰队由几个部分组成，其中一些船只表面上可能是商用邮轮，但我认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最重要的是其中的汽车运输船、渡轮。过去几年有许多报道，其中中共媒体的开源资讯都提到过，这些渡轮具有双重用途，能运载坦克，渡轮的尾部还能部署两栖作战舰艇，还有一些船只用于后勤支援，充当海上民兵。都是经过军事战术训练，配备加密电台的渔船队。人们经常能在东海看到这些船队。近期他们在南海也非常活跃，这些力量可用来胁迫台湾。一旦中共封锁台湾，这些船队也可能参与，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一旦尖阁诸岛发生冲突，这些船队会让台湾的任何军事回应或海岸警卫队的反应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在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发布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言论后，中日出现新的外交冲突，使区域局势升温。有没有具体迹象显示，中共训练这些影子舰队，其实是为了入侵台湾做准备？整体趋势是这样，不过中共入侵台湾是否迫在眉睫，这点很难判断。我认为现在离中共真正开始行动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不一定还有多少年，但至少还有几个月时间。目前更可能的情况是，中共在持续完善其攻台计划，同时施加外交压力，展现一些姿态。但对于中共的军队、陆军和海军而言，这些行动确实有助于其发展相关技能。他们一直在测试一种新的架桥技术，这种技术的唯一用途就是侵略。而中共目前唯一会入侵的地方就是台湾，所以很明显，中共的军队设计、训练和所有行动，全都是为了攻台做准备。目前，中共政权具备攻台所需要的军事能力吗？我认为，中共其实早就具备攻台能力了，但能否成功是另一回事。战争可能是人类最冒险的行为，永远没有100%的把握。据我了解，真正让北京领导层感到焦虑的是，台湾及其区域内的盟友美国和日本将如何回应一场决定台湾未来的冲突。这种不确定性正在阻止中共攻台。不过，中共的确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而且花了10多年时间累积武器、导弹和火箭库存，使其能发动并维持一场持久战。中共可能跟美国或其他国家开战，来决定台湾的命运，而这场战争可能持续几年。Well, okay, Brent, we always enjoy hearing 布伦特，感谢您的精彩分析，谢谢。谢谢。
周一，美国川普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警告英国，应禁止中国企业介入英国所有的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同时还要把英美两国基础设施中存在的潜在安全漏洞视为首要关切的事项。每日电讯报周一报道，美国政府官员接受采访时强调，英美两国的安全和保障紧密相连，双方的供应链安全至关重要，特别是采用中方设备和技术时会带来安全风险。他强调，对于北京参与关键基础设施供应链的任何部分，都需要极其仔细审查。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基地都必须依赖电力、水、铁路运输。许多为英国关键基础设施提供服务的公司也在美国提供服务。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在英国公开投资总额约为43亿英镑，实际可能更高。中企公司在英国大学、钢铁行业和希斯罗机场进行了大量投资。来自北京的投资者持有希斯罗机场10%的股份。预计英国政府还有可能在下个月批准中共在伦敦市中心建造新超级大使馆的申请。该场地靠近关键通信电缆，白宫此前曾对此事深表关切。英国政府还在犹豫是否应该阻止中方收购泰晤士水务公司。反对者担心这会赋予北京随时关闭水龙头的能力。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江迪亚综合报道。在 BBC 总裁和新闻主管辞职，以及川普预计起诉 BBC 后 ，BBC 陷入了重大危机。周一，英国议会文化媒体及体育委员会对 BBC 董事会主席萨米尔·沙阿进行了质询。在听证会结束后，委员会主席质疑沙阿领导的 BBC 董事会是否安全可靠。BBC 主席萨米尔·沙阿周一在听证会上承认，对美国总统川普演讲的误导性剪辑反应迟钝。Why do we not do it quickly enough? Why do we take so much time? And this was another illustration of that. We should have, as a collective, we should have pursued it to the end and got to the bottom of it and not wait, as we did, till it became public discourse. 会上，英国文化媒体及体育委员会主席，也是委员会中最资深的议员迪内奇说，沙阿的证词含糊不清，质疑他领导的 BBC 董事会是否安全可靠。随后，迪内奇在接受 BBC 今夜世界节目采访时表示，他担心 BBC 治理核心缺乏掌控力。英国通讯管理局局长梅兰妮·道斯周二受访时表示， BBC 在最近编辑决策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本月初，有报告指控 BBC 纪录片蓄意扭曲美国总统川普1月6日的演讲片段，使他看起来像是川普在煽动暴力。随后， BBC 总裁蒂姆·戴维和新闻主管黛博拉·特内斯辞职。上周五， BBC 董事会成员舒米特·班纳基辞职。他在一封信中指责 BBC 高层存在治理问题。川普总统曾表示有义务起诉 BBC， 要求赔偿10亿到50亿美元。BBC 已表示道歉，但拒绝经济赔偿。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刘芳综合报道。再来关注俄乌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俄罗斯代表团周一在阿联酋会谈，讨论和平方案的修订版本。这是美国罕见派出军种部长直接与俄方接触。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周一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俄罗斯代表团会谈，预计他晚点也要与乌克兰会面。有官员告诉路透社，和平方案已从28点精简到大约19点。乌克兰及俄罗斯方面都对修改的方案表示欢迎。Ключев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плана Трампа основываются на пониманиях, достигнутых в Анкоридже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встрече в Верхах в августе нынешнего года. И эти принципы в целом в плане отражены, что мы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ли. 两名知情人士告诉政客新闻网，这次方案修改的内容有要求乌克兰割让顿巴斯地区和其他涉及乌克兰领土的敏感议题，这些留到川普、泽连斯基会面时再协商。方案会在美国与乌克兰、欧洲商讨后再发给俄罗斯。虽然在进行谈判，俄军周二凌晨仍袭击了至少2栋基辅民宅，造成至少6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克兰外长安德鲁西比哈发文谴责说，
普京用恐怖主义手段回应美国和川普总统的和平提议，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当天，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乌梅罗夫透露，泽连斯基期待在未来几天访美，以完成最后步骤，并与美国总统川普达成协议。周二，乌梅罗夫发文表示，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团周日在日内瓦已就和平计划的核心条款达成共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李延珍综合报道。美国与乌克兰代表团周日在日内瓦讨论28点俄乌和平计划。会后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双方已经制定了一份更新且更完善的和平框架，并将继续协商。最终版本将会由川普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拍板定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告诉媒体，鉴于目前取得的进展，他对计划能顺利签署生效非常有信心。这次真的会有希望达成最终的协议，结束近4年的俄乌战争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是马克时空和时政春秋主持人马克。马克您好，欢迎您。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您好，之前有批评说，美国的28点和平提案过于偏向了俄罗斯，牺牲了被侵略的乌克兰的利益。但是这次美乌的会谈，双方被一致认为是非常具有成果。白宫还表示，新版的框架提供乌克兰更强的安全保障。基辅也表示，该协议符合国家利益。那么在您看来，这是不是就是说，新协议已经是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调整，让基辅可以更容易的接受？我觉得是，乌克兰这边呢，这协议里的最主要的一个呢是领土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安全保障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乌克兰本身的这个军事的实力要保留多少的问题，而领土问题呢，实际上是最敏感，而且呢也是最不容易谈的地方。那么这个问题呢，可能最终是要由泽连斯基和川普来共同敲定。因为原来那个28点计划当中是将整个顿巴斯地区全都给这个俄罗斯，那么目前呢，顿巴斯地区大概还有20%左右的这个领土是这个乌克兰控制的，同时呢，俄罗斯呢又占领着这个哈尔科夫州的一部分领土。那么在28点协议当中会把哈尔科夫州的这部分领土还给乌克兰，所以说这个相当于是有点互换的这种感觉吧。但是目前呢，乌克兰和欧洲呢都是想就是在目前的战线这个位置就冻结，所以说这个是双方有所不同的地方。这个呢，未来我估计，这个可能会要由泽连斯基和川普最后来决定这个事情。那么剩下的主要是美国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原来的28点协议当中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或者是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那么我想，如果是他们做成调整的话，可能会美国提出更多的，会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再有一个就是乌克兰军队要保持多少。因为原来俄罗斯的话，它要求的就是乌克兰军队呢是要保留10万左右。那这一次28点协议当中，大概提到了说保留60万。那么是不是还要在欧洲呢是希望能够增长到80万等等？所以这个呢是有一个可调整的空间。所以说这些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会向一个比较乌克兰和欧洲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方案在走。但是呢，是不是俄罗斯能够接受？这个我现在也很难说。继续追问一下，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那您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会不会接受更新的这个和平框架的协议？您觉得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会是什么？对，我觉得对于这个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可能是领土的问题，因为俄罗斯最想要的就是这个领土，特别是顿巴斯地区，是普京一直心心念念，一直想要的。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首先来说，克里米亚的这个部分已经基本上没什么可谈的了。那么所以乌克兰呢也因为从2014年就被俄罗斯占领了，所以说这次呢，我觉得乌克兰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的就是纠缠，就是没有什么讨论的空间了。那么剩下的就可能是顿巴斯地区，那么也就是说，目前呢就是在顿涅斯克的那部分，就是大概有20%的领土是被乌克兰控制了。这部分的话是要割让呢，还是说目前的战线冻结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实际上可能是未来就是和俄罗斯谈判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是不是要允许这个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然后以及呢给乌克兰什么样的军事保障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呢是
可以有谈判的空间的。当然美国呢也可以跟这个就是川普呢也可能会向这个普京施压，那么让他接受这部分条件。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领土的部分能够和这个俄罗斯谈好的话，那其他的条款实际上来说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容易谈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对于俄罗斯来说，它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个领土的部分。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领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呢是美国的这个保障，是不是可以让那个乌克兰未来能够保证安全，长期的安全。所以说这个呢是当然双方的这个要求呢和想法是有差距的。那么只能说在这个不断的这个谈判当中不断的调和。那总体来看呢，俄罗斯呢目前是在这个战场上占有优势的。那么最近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这个哈尔科夫的这个库皮扬斯克和顿涅茨克的这个利曼和这个红军城，俄军呢都处于一种攻势，而且都已经进入了城区。未来呢这3个战略要地呢目前呢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对于俄罗斯的谈判来说，它更有优势，因为它在战场上处于一种主动的态势。而乌克兰呢一面临着兵力不足的一个问题，特别是那个是不是要把征兵年龄从25岁再向下调的问题。这个呢，乌克兰国内从去年开始就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但是呢，泽连斯基一直没有做出这个决策。那么这个呢，也是导致了这个乌克兰兵力不足，然后呢，在这个战场上不断的后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说这个呢，目前来看呢，就是俄罗斯呢在战场上还处于一种强势的状态。那么这个呢，会导致这个谈判呢可能比较不太容易谈。那么因为毕竟俄罗斯占有主导权。所以这个呢，也虽然说欧洲他谈的那个把这个条件修改了很多，但是呢，这只是说满足了欧洲和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愿望。那么如果说不满足这个，如果说不对俄罗斯做出一些妥协的话，那么这个和平协议呢也是没有办法签下来的。那么最后想请问，您是怎么看这个新版的和平框架协议的？就是对于结束俄乌战争会有希望吗？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起点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双方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谈过。那么俄罗斯呢，一直强硬的要求坚持他一开始的版本，就是2022年是在那个土耳其达成的那个协议。那么一直强的那个版本的话，那么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就是乌克兰和欧洲呢就没办法接受。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川普总统呢他是做出了努力，特别是在与这个普京在这个普京的特使呢，他们进行了谈判，然后所以说这个呢28点协议呢，实际上是相当于这个虽然说大家都说你比较偏向于俄罗斯，但是很显然俄罗斯在他2022年的这个条件下已经做出了一些让步，那相对来说就可以谈的部分就比较有弹性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呢是第一步，目前来说如果双方能够比较认真的走这一步的话，那么就会在未来的这个谈判当中我觉得这不会是最后的方案，但是呢，可能会在谈判当中有所调整。我觉得这个今年的话是很难达成协议了，那么也许可能明年嘛，双方可能在打打停停当中，谈谈当中不断的修改，然后呢做出往前的前目。那么川普总统呢是在不断的推动这个和平协议的，因为按照以前原来的做法呢，欧洲是不太愿意谈的，他是想一直要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不想做出任何让步。那么现在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欧洲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所以我觉得随着战争的延长呢，双方也就是欧洲呢也变得更加现实，那么它这个谈判的这个进程呢有可能会加快。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感谢您的连线，谢谢。好，谢谢。周二，在美国申请庇护的缅甸公民即将准备返回原籍。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在周一宣布，美国将会终止缅甸公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将近4000人必须在明年1月26号前返回缅甸。美国给予缅甸公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在11月25号到期，之后会有60天的过渡期。诺姆表示，缅甸的情况有显著改善，足以让公民安全返回。这些缅甸公民2021年获得临时保护，可以在美国居留工作。
一名来自印度阿鲁纳查邦的女子，近日在上海浦东机场转机时，遭到中共移民官员拘留和骚扰将近18个小时。原因是中共把阿鲁纳查邦视为中共领土的一部分，官员拒绝承认她的印度护照有效，导致这名女子无法重新订购机票、购买餐点，也没有办法在不同的航站楼间走动，直到深夜才在印度官员的护送下离开上海。这一起事件之后，印度官员随即向中共发出抗议，抨击中共的荒谬行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自2023年年初问世以来，已经被翻译成53种语言，在国际社会引起反响。日本议员拜读文章后表示深受震撼。文章中的内容从未有人对我讲过，也没在书本上读到过。内容让我惊讶的同时，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明白了生命或者灵魂不会因为肉体的死亡而消亡的道理。日本豆子市议会议员丸山智章在拜读了法轮功创始人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后，十分感叹。他说：“这是创世主的期盼。”自己从中获得了勇气和信心。我理解，人越在艰难的情况下，越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在艰难的环境中，如仍能保持善良的心，才是真正的修行。我经常面临艰难的处境，文章给了我极大的勇气和信心。我认为积德行善是创世主的期盼，也是人来世的理由之一。谨记创世主的教诲，尽可能做善事，就是在遵循宇宙的规律。对于人为什么会来到世上，丸山先生一直在寻找答案。当拜读了李洪志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后，他明白了人来世的真正意义。一直以来，我心存疑惑，就是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上。聆听了李老师的教诲，明白了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有自己的使命的，把握好当下，积极的去完成好自己的使命是非常重要的。丸山先生认为，在当今世风日下、唯利是图的社会中，无神论的谎言使人不再相信神佛的存在。随着道德的败坏，人们无恶不作。在这乱世中，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给人类指明了方向？积德行善不仅工作中需要，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每个人所处的环境都不同，在不同的环境中，如能遵循李老师的教诲去努力和付出，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周围的环境也会越变越好。也就是说，种什么因就有什么果。比如说，如被人泼了水，我就会想到自己在前世是否也向别人泼过水。凡事不能只看表面，不要去怨恨，要用善良的心去对待。我愿意按照李老师的教导去做。丸山先生说，如果人人都能遵循李洪志老师的教诲，愿意做一个为他的人，那么人际关系就会变得融洽，就会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人总会有生气和吵架的时候，但如果心中牢记这些教诲，就会很快冷静下来，并反思自己是不是说话过头了，做错了事等等。这样就容易原谅对方，包容对方的缺点，从而去关心对方。如果更多人知道了这个道理，世界真的会变好，人类也会迎来没有战争的和平世界。丸山先生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他认为此文涵盖了对人生、对生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启示，每个人都会从中有所收获，从而得到生命真正的提升。新唐人电视台日本记者站东京采访报道。美国国会近日举办中国宗教自由听证会，前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呼吁，美国应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认定为群体灭绝罪。他还推崇三退运动是瓦解中共的力量。对此，本台记者马东采访了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副主任吉尔克雷斯和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大卫库里，来看他们的分析。
在请教两位问题之前，先来看一段视频。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ears Falun Gong more than anybody. And I've puzzled at that for the longest time. Why? But it's the most indigenous of all of them. It's like sowing wheat on the Kansas soil. It just grows. They got to 90 million adherents in 7 years. Well, that scares the pants off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o we should really be working with them. 请教威尔登，你们的组织详细记录了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作为处决手段。您认为美国政府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这种令人震惊的罪行？我们正在努力。我们目前在参议院有2项立法等着投票表决，就是反对中共活摘。这和这次国会圆桌会议的目的紧密相关，那就是美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美国医生、美国医疗机构、美国医疗体系怎样参与进来。其实在2000年代初期，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建立了中国移植系统，已经被中共政权武器化，成了杀害法轮功学员的工具。几乎没有人能在活摘中幸存下来。那些幸存下来能讲述自身经历的法轮功学员，都遭受过中共酷刑、非人虐待和羞辱。他们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能揭示中共的真面目。大卫，您怎么看？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法轮功是古老的东方修炼功法，却被中共视为严重威胁。尽管他们很和平，根本不是什么政治运动，但中共却把他们当成了政治敌人。可以这么说，中共不喜欢任何挑战他统治地位的思想。但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没出现过像中共这样的政权，掌控所有的资讯工具，控制网络，监控你看了什么，知道你去了哪儿，用前所未有的人脸识别手段追踪你。所以他们真的可以把人软禁在家，或大规模的控制人民，以至于我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比中国人自己知道的还多。所以对他们来说，要凝聚反击的力量很困难，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他们虽然离问题最近，但却最不了解真相。好的，今天的讨论非常重要，感谢两位。很荣幸，谢谢邀请。广告之后，您将看到6·4抗命将军徐勤先6小时庭审录像曝光。传统医学的不懈乘船，匠心独具的孜孜探索。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6年生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高效提升人体吸收效率，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无糖、无咖啡因、无人工添加，天然、纯净、有效。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立即订购，请访问普瑞堂.com。1989年6·4事件中，时任中共军委主席邓小平调38军进北京镇压学生。当时的38军军长徐勤先拒绝在调兵令上签字，被当局秘密判刑。6·4运动的亲历者和研究者吴仁华周二首次公开中共军事法庭审讯徐勤先的完整视频，长度超过6小时。武器装备携带呢，一个是讲到各种轻武器，就是自动步枪啊、冲锋枪啊，带多少发子弹。我就询问我这其他武器啊是包括什么？
好像首长就回答了，其他武器就是轻重机枪，当然也包括高射机枪其他的。可能当时还有这个关于装甲车，装甲车可能说到了那个可能要从坦克60够不够？我当时查了一下子那个编制简表，我看看坦克60除了什么在修的了什么东西的，恐怕达不到200到300辆。吴仁华在网上首次发布1990年3月17日徐勤先在中共军事法庭受审的完整视频。徐勤先提到，是中共重要军委下达、国务院公布的戒严令，调动38军、27军等携带多种武器到北京镇压学生。徐勤先因为不同意镇压行动被捕受审。我说这个事情我有不同意见，我说这是个群众性的政治事件，主要的应当用这个政治办法来解决。如果要动用武力，我说这个卫戍部队、公安、武警这就够了。如果要非用野战军，我说我建议把这个野战军呢调到北京近郊，保持威慑。我说这样的任务携带着武器装备，我说好人坏人混在一起，军队老百姓混在一起，我说这怎么执行？打谁？我说这么大的事情呢，应当很好的研究一下。我说我建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是吧？开个会，好好讨论一下，究竟怎么处理合适。徐勤先后来被秘密判刑5年，关入秦城监狱。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唐成综合报道。中国西北大学物理学院的一名本科生多次在课堂上公开表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拥护中共领导，共产主义理想和民族复兴没有关系，没有共产主义，民族也可以复兴等观点。近日遭到学校开除。国内的一些学者对大纪元表示，在课堂上讨论共产主义及中共历史没有什么不妥，更构不成违法。学校对学生的处分使学术界质疑中共对高校的意识形态管控越来越紧。中国东北人口流失最严重，位居全国最低出生率和最高死亡率。特别是在疫情爆发之后，许多中老年人去世，有的农村10室9空，甚至出现无人村镇，导致边境空虚。近年来，当地开始补贴，鼓励村民返乡定居。根据中国2025年最新的统计，东北3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出生率是全国倒数前3名，离婚率和死亡率则高居全国前3名。我们屯子几年都没有新生儿了，村里边都没有小孩上学了，学校都塌房了，东北出生率特别低，但是每年都有老人去世，房子都荒废了，空房子也不少，房子不值钱，有点条件的都到市里去买房。据了解，东北人口流失严重，年轻人大多出外打工。疫情爆发后，许多中老年人去世，近年出现大量的无人村和无人镇。俺们东北全都是小土包，自个儿大村里面上10多户人家20多口人，走的人过年都不回来了，车都不往回买了。就这个景色，你们就说是不是人？我守在这片天地了，生是这的人，死是这的鬼了。珲春市位于中朝鄂3国交界，村民大都出国打工，移民海外各国，导致边境空虚。这几年开始补贴，鼓励村民返乡定居。出国打工比在国内强，国内挣3、4千块钱，但同样的活，国外的话挣1、2万块钱。所以说咱们村子上的人都出去了。现在农村房子都有边境补贴，老人都回来住了，他们都不卖了，一年补贴3000。家里面人口多的话，住几年房子钱回来了。多名东北村民透露，东北农村房子白菜价都带着大院子，几万块到几千块就能买一间，但是大多没有房本，不能过户。黑龙江大兴安岭18站林场居民刘女士表示，以前当地人口有几万人，南方人过来开了很多木材加工厂，现在没落了，很多人都搬走了。都是这种独门独院的，比楼房性价比还要高。屋里面有炕，也有供暖，也有卫生间、热水器，啥都有。在院子里养点鸡，种点菜，肥沃的黑土地，种啥都可好吃了。安家的话就是1两 W， 这是乡镇房子，大红本可以改成你们的名字。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熊斌、黄宇宁采访报道。广告之后，您将看到。感恩节来临，川普总统赦免2只火鸡。
在美国，火鸡是感恩节民众餐桌上的必备美食。这一天，全美将消费超过4000万只火鸡。不过，每年也会有2只幸运的火鸡得到总统的亲自赦免。那么，今年的2只幸运儿是谁呢？来看报道。今年的幸运儿火鸡是52磅的咕咕叫和憨厚的摇摆走。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周二出席年度感恩节火鸡赦免仪式，让他们躲过一劫。这2只幸运火鸡将送到指定的地方颐养天年。白宫的感恩节火鸡赦免仪式是1989年老布什总统开始的，成为固定仪式，赦免并放生全国火鸡协会赠送的火鸡。向总统赠送火鸡的传统始于1873年，当时一位罗德岛的农场主霍勒斯沃斯在有生之年每年赠送时任总统1只农场生产的宰杀好的火鸡。到191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赠送火鸡给总统。到1947年，演变成由全国火鸡协会赠送火鸡给总统。不过，那时总统通常是把收到的火鸡吃掉，偶尔有总统会赦免火鸡。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英祥综合报道。感恩节马上就要到了，不少家庭已经开始联络亲朋好友，准备家庭聚餐了。这可少不了火鸡。尽管今年火鸡的批发价格上涨，但是零售价格却大幅降低。滋滋冒油，香味四溢。今年在感恩节聚餐上准备1只火鸡，可是个好主意，因为不仅经典，还很便宜。调查显示，尽管火鸡的批发价格上涨，但零售价却普遍下降。冷冻火鸡的平均价格为每磅1.34美元，而去年约为1.6美元。批发价涨，零售价跌，是因为不少零售商选择亏本促销，以低廉的火鸡带动整体销售。除了火鸡，各个民族地区也有自己的传统菜肴。We like to gather together with tamales, champurrado, and then we have corn dessert, mashed potato and turkey, and we like to put a lot of good stuff on the table. 桑切斯有6个姐妹，5个兄弟，一大家子人除了聚餐，还有不同的传统。And we give away food to the poor as a tradition. So as a family with a lot of faith, we go and we help the poor. 感恩节到来之际，大家也纷纷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感恩。I just appreciate and thanks to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s giving me in my life right now. I'm clean and sober now, 4 months. Thank you to my grandma because she helps set up the food. In the nation, I ask the people to be thankful for our leaders. Sometimes we cannot agree all the time for our leaders, but God put them there for a reason. And we all have to respect the law. We all have to respect each other. And we all have to respect everyone's religion, everyone's beliefs. Just be loving to each other. 常怀感恩之心，行无私之举，做良善之人。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佳音、林永峰在美国的报道。下面请您收看一组环球财经简讯。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10月，中国智能手机销售年增8%。其中，苹果手机以37%的年增率成为当月最大推动力。10月，苹果在中国的 iPhone 17销售已远超2021年同期纪录，而且是在中国市场的最强劲第4季开局。The Information 周一引述2名消息人士报道，社交平台 X 里负责处理垃圾资讯、恶意影响力操作、非法内容及其他安全问题的团队又被裁近1半员工。马斯克上月曾透露 ，X 平台启发式推荐算法将由 AI Grok 全面接管。周二，日经指数微升0.07%，报38659.52点；东证一部指数则收跌0.21%，报3290.89点。日经指数曾一度上涨1.4%，但市场对 OpenAI 和谷歌 AI 模型的竞争担忧，令软银股价重挫10%。拖累日经下跌338点。路透社10月24号报道，网络串流媒体巨头 Spotify 将于明年第1季上调在美国的订阅价格，是2024年6月以来在美国首次涨价。近年来 ，Spotify 一直依靠提价来推动获利成长。去年9月已提高了150多个市场的高级个人订阅计划的价格。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郑智综合报道。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加拿大蒙城圣诞大游行，天国乐团震撼观众。根据《本草纲目》中记载，马齿苋可清理血管、减缓三高、消炎抗菌。紫苏子能滋润脾肺、止咳消痰。普瑞堂第3代植物鱼油，选用产自韩国黄梅山的纯天然马齿苋与紫苏子，采用独家专利技术，从中提取欧米伽3、6、7、9，世界首创，纯度高达90%以上，具有清血、降压、消炎之功效。胶囊由天然海藻制成，100%纯素，不含任何化学成分，大人小孩都能安心使用。神传古方结善缘，普天同瑞福满堂。普瑞堂植物鱼油。加拿大蒙特利尔在上周六举行了圣诞大游行，吸引了20-30万民众驻足观赏。其中，法伦大法天国乐团再次以最庞大的队伍亮相，震撼观众。上周六，第73届蒙特利尔圣诞大游行在市中心盛大登场。缤纷的圣诞花车、翩然起舞的精灵仙子、活灵活现的卡通角色，伴随着节奏鲜明的音乐与活力十足的舞蹈，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世界拳击冠军金克拉维尔今年以星光仙子身份登上圣诞大游行，成为全场亮点。It's great to see all the families and all the little kids enjoying the Christmas parade for sure. It was a nice program. They loved the experience. We take lots of videos and photos, and I wish everybody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在各族裔游行队伍中，上百人组成的法伦大法天国乐团阵容最庞大，雄壮的鼓乐、整齐的步伐赢得了观众的喝彩。Oui, c'était vraiment une synchronisation parfaite. C'était vraiment très joli à voir. The costumes were really pretty. It was really, really good. I hope I see them next year. 祝愿他们圣诞节快乐，也希望记住法伦大法好，真善人好。圣诞老人驾着麋鹿彩车缓缓驶入，色彩缤纷的大游行汇聚各族裔民众，共享欢乐，传递祝福。新唐人电视台加拿大蒙特利尔记者站报道。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环球直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30年老字号的华丽地毯是北美超过1000家门店的装饰公司 Carpet One Floor and Home 的唯一华人成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华丽地毯为您提供设计、供货、安装一条龙服务。来电咨询718-460-1161。法伦大法是一种古老